12神追恶凶，喝如躯，拉如干，节节如肉，抽如肺肠，如不及去，后者为良。 12神追恶凶，喝如躯，拉如干，节节如肉，抽如肺肠，如不及去，后者为良。 仲达，仲达，大哥，你醒了。我饿了，饿了。好，你等着，多放点盐。好，你等着。侯杰。 侯杰，春华，光哥，光哥，你叫我！做东魁的，大哥饿了，快多放点盐，口重一些。大姑子想吃饭了。对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好，好，哎，哎呀，哎。 建安24年，关羽引兵出荆州，围困樊城。8月，关羽引水灌城内，是为震惊天下的水淹七军。曹操部下于禁，全军覆没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先前毫无征兆。大王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大王，尚书台接到樊城急报，关羽引大军攻破了樊城。伤亡几何？于禁现在何处？全军覆没。大王，关羽以汉水秋潮灌了樊城，于禁被俘投降。如今樊城已无法挽救，当务之急是如何阻止关羽进攻许都。
若是被关羽一路打到许都，劫持了天子，那刘备就会以汉室正统自诩，甚非也。莫慌，明中击鼓，召集军师府和将军以上将领，进攻议事。是。公子，你看什么呢？魏国恐要出大事。仲达，怎样？形势危急，关羽来势凶猛，大王要亲征。亲征？那中郎将是否随行？子桓留守邺城，我和子建从政。大王还是舍不得平原好啊。大王让中郎将留守邺城是天大的好事，邺城乃魏国根基，大王只是信任中郎将。自古诸侯亲征，太子监国，恭喜中郎将。可是这次，父王要你随征，而且还改了你的官职，命你为行军司马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便不再是我的属臣了。可是钟达从未参与军政，为何大王要让他从军呢？臣自打追随中郎将，性命就是中郎将的，到死都是。臣乃魏国之臣，大王无论让臣做什么，臣都应恪尽职守。可我想把你留在自己身边，如若能这样，我便向父王再争一争。万万不可！中郎将一定要守好邺城，守住邺城就等于守住了太子位。臣在军营一定随机应变。子丹，这一战无论输赢，都替我保护仲达。活着回来。仲达，你没跟中郎将说说，可以不去吗？爹，儿身为行军司马，其实就是跟着几位军师后面长长见识，不会亲自上阵搏杀。爹，不必担心。这次大王让你去，他是想把你的生死掌握在他手中。你一旦做错一件事，他就会杀掉你。到那个时候，连个救你的人都没有啊！大王出征，军事紧要，儿子只要不触犯军法，想必大王不会降罪。我已经失掉一个儿子了。爹放心，儿子一定照顾好自己。杨修去吗？去。这可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呐！
不要跟他斗，不要插手军务，更不要得罪魏王。天大的事，回到邺城以后再说。只要人活着，就没有扭转不了的态势。明白吗？儿子谨记。你哪位啊？好看吗？好看，而且英武。夫人哪来的这身甲？你忘了，我10几岁就跟我爹在战场上了。一晃这么多年，夫人还是那个巾帼英雄，认识你3生有幸啊！你别看我生了2孩子，武功可不减当年。试试。我打不过你，你穿甲做什么？跟你去战场。孩子们呢？安顿好了。不行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不答应。我知道曹操为什么选你出征，他就是没安好心。我会武功，你就算有任何麻烦，我都能救你出来，你明白吗？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。家里家外就全靠你了。去中郎将府任职，凡事就更要小心谨慎，保护好中郎将，照顾好爹。二哥，切记要平安回来。上阵杀敌还轮不到你二哥，连年战乱，7尺男儿还怕打仗？公子，车已经装得差不多了。走。哎，二哥，这回你可自在了。夫人呢？夫人已经在车内等候。啊，二嫂也去啊？这回你可不自在了。大军出了城再告诉爹。好。父王，儿臣愿领兵以拒关羽，夺回樊城。臣也愿望。臣也愿望。刘备与孙权有何举动？至今未有刘备和孙权接应关羽的消息，但也不排除他们乘胜出兵。故而臣以为，若派兵再攻樊城，万一孙权和刘备出兵，则我军成3面受敌之势，且关羽以逸待劳，我军胜望不大。不若弃樊城，眼下应派兵驻守许都，这才是关羽此次兵戈所指之处。臣以为不可。大王，樊城乃遮挡荆州之要塞，一旦弃之，那许都就会暴露在敌人面前，那以后还怎么守啊？关羽的目的在于天子，那刘备自知蜀中孤弱，只有掌控了天子，才有与孤争天下的资本。3月不击退关羽，给了刘备和孙权起兵的时间，则许都甚危啊。孤奉天子以令诸侯这么多年，到今天，他们才明白过来，眼红了。撤！报！林大王，陆浑群岛接受关羽印号，杀了守将，投降关羽。好一个关羽，好一个汉寿亭侯，果然是天下望风披靡。陆浑距洛阳不过50里，这是要抄我们的后路啊！请父王快下令吧！请大王下令。大王，孤再想想，
众位爱卿先退下，晚间孤会击鼓议事。臣告退。杨主簿，你留下。杨主簿有话要说，是，此时可说。群臣之言，或守许都，或征樊城，臣以为，均非良策。那说说你的良策。关羽突出骑兵，志在打通许都，以迎天子，而许都离樊城距离太近了。若是让天子和关羽里应外合，则魏国危矣；南攻樊城，则胜负难料；放弃樊城，则许都门户大开，亦难驻守。仅仅因为天子在许都，就让许都变成了牵制大王的一颗棋子。那不若我们釜底抽薪，将天子搬离许都。你想将天子搬哪儿去？邺城，邺城地处河北，远离前线，上有中郎将把守，重兵囤积，迁天子于邺城，可避开关羽锋芒。邺城乃孤的王都，孤当日将邺城定为王都，就是为了要摆脱汉廷掣肘。若将天子迁往邺城，我住哪儿啊？大王，臣可用吗？可用。邺城地处东北，此地乃是丰饶战守之处，而非一统王霸之地。大王可在此兴兵，但不可在此治国。大王现在该想的，绝非是一城一池之得失，而是如何荡平天下，克成一统。自古以来，中国有两都，西都长安，东都洛阳。洛阳地势居中，群山拱带，前有汉室200年基业，王气兴盛，便于掌控天下。大王，不妨此次将魏国的王都迁到洛阳来，如此做，南可震慑东南孙权，西可防守西南刘备。比起邺城远在东北，每次兴兵需要大兵跋涉，要方便许多。大王，孙刘之必争之地，大王弃之不用，岂非可惜呀？炖了点鸡汤，还挺鲜美的。今日的会议出什么结果了吗？所有将领各执一言，莫衷一是。大王犹豫不决，最后把杨修留下了。那这仗，大王准备怎么打？无非就3条路：第一，与关羽对阵于阵前。会有什么结果？如果能赢的话，大王就不会犹豫不决了。那第二呢？第二是退，可这样会把天子置于险境，要想清楚，把天子迁到什么地方。第三呢？第3条路啊，那一定是最好的对策。只是我还没有想出来。你都还没想出来，就有3条路啊？所以，你看，连心猿意马，今夜都开始心猿意马了。什么？你让大王迁都？现在提及迁都，会不会太心急了一点？再等大王年事已高，不能不理太子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迁都是为了子建？我问你，曹丕的势力根基在哪儿？自然是邺城啊。正是。迁都洛阳，既可削弱曹丕的力量，又可避开此时关羽之锋芒，此乃两全之策。可是德祖，迁都兹事体大，许多大臣家眷的势力都在邺城，怎会答应仓促迁都？再说了，你所说的这一切，前提是魏王肯迁都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就料定魏王一定会迁都呢？一定会迁都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大王年纪大了，李太子的事情越拖，对我们越不利。若到时候大王没有留下遗诏，而曹丕又坐拥都城，那子建公子还有什么指望？就算如此，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毕竟大王那么疼爱平原侯，
况且我们现在还都在大王身边，就算有那一日，就好比春秋时重耳在外而生，申生在内而亡。我们掌握了人和，手上又有几十万兵马，未尝不可和曹丕一战。住口！听着，子建只能做魏国的太子，不能做分裂魏国的叛臣。我们要赢，就要堂堂正正的赢，也只有这一次机会了。他司马懿不是愿意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好，补命吧。这又是何必呢？报！大王传令，今夜口令：鸡肋。鸡肋？什么意思啊？此事成了。怎么讲？鸡肋，鸡肋，食之无肉，弃之有味。大王已无进军之心，必撤军，回迁天子。谢天谢地。报！进。大王颁布今日口令。讲。鸡肋。知道了。末将告退。你这大王，颁个口令还挺随心所欲的。鸡肋，他怎么不叫鸡腿呢？大王恐已没有进宫之意了。此话怎讲？鸡肋，鸡肋，食之无肉，弃之有味。大王已心生退意。退？可你不是说，如若退的话，会将天子置于险地吗？那就要看杨修给大王出的是什么主意了。如果我是杨修的话，我会向大王进言，将天子迁至邺城，以避关羽。大王素不愿与天子共居一城，此时魏国若要迁都的话，会迁至洛阳。那远在邺城的中郎将就成为弃子。平原侯与大王共居一城，长此以往，他离太子之位就会越来越近。可这都是打仗的时候，杨修还有脑子想这些？这就是杨修心心念念想的都是打赢太子之位这一招。只要给他一点点希望，就会翻起滔天的浪。那你有何对策？我是来打仗的，不是来与他争的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想出第三条路，如何退关羽。这一仗要是输了，体制不存，毛将淹府。往上放，好，来，往里挪，再挪一点，来，放边上点东西啊，这个放上面，来，放这儿，拿起来，杨主簿，稀客，行军司马所来何事啊？鸡肋。哦，仲达果然才思敏捷呀！既然你已知道大王毫无战意，为何不回去收拾行装，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？杨主簿可是向大王进言了迁都之策。仲达兄，才思漫不出30里啊！主簿真的要以魏国的安危为代价，替平原侯争世子之位吗？这话奇了。
怎么，洛阳不能做魏国的新都？杨主簿，你我皆不必顾左右而言他。洛阳当然可以作为新都，但那是将来，绝非现在。迁都之根本在于内无隐患，外无战乱。若此刻闭关羽迁都洛阳，必导致军心大乱，魏国门户大开，终难脱两面受敌之困境。若此时迁都，你我心里皆明白，魏国将顷刻面临分裂之祸。杨主簿，你心中想的两全之策，可有顾及魏国根基之大权？你是不是要说，若是废了邺城，曹丕不会坐待其成，他会据邺城谋反？主簿才智，宏远非凡，还望建功立业之时，替魏国大局着想，在大王面前再进退关羽之良策。我的两全之策，便是仲大兄所谓的大权之策，你我皆心知肚明。大王千秋万岁以后，你我二人若皆活着，则魏国会大乱。你我之争，便是魏国誓死之争，二者去其一，方可预防内乱。那就不要再躲避，不要再拖延，便是此时此地，你我二人皆全力以赴，一决生死，如何？在下言已至此，主簿保重。司马仲达，酒逢知己，痛快。若是刘备出兵，有汉中陆路和荆州水路两个方向，距离都较长。比较麻烦的是孙权，若是孙权出兵相助关羽，水军3日可至荆州。大王，林寿听候求见。传。是。父亲要迁都洛阳吗？臣失礼，臣拜见大王。听何人所说？大王，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军营里已经闹成一锅粥了，都在收拾辎重呢。丁义说，是大王的意思。近日来，军中确有迁都的传言，无稽之谈。子丹，好，下去，传令各营，就说未得诏命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妄动，不得传播谣言。臣斗胆再问一句，大王是否……我方才的话，你是没听清啊，还是没听懂啊？懂了，臣懂了，臣告退。这是明目张胆拿孤的心思来进行赌博呀！大王若无意迁都，便该早下诏书。孤说无意迁都了吗？春华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杨修恐不久矣。怎么？魏王下令抓他了？还没有。魏王久攻关羽不下，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这杨修却向众人道破鸡肋之意，这等于把魏王的两难公之于众。猛虎退却，乃是最为耻辱之事。这耻辱，魏王自己忍的，旁人可说不得。杨修此举，等于当着众人的面抽了魏王一记耳光，魏王恐猛虎暴起啊！哼，这个人恃才放旷，又害死大哥，活该他有这个下场。不过这下好了，你再也不用担心迁都会影响曹丕了。
气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？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明鞭壮士旗，不得终顾思。捐躯复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子建的这篇白马篇，真是感心动耳。德祖，你为我操的心太多了，可有些事情是不能强求的。哎，那个位子本来就是你的，我绝不能说，你也不会说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和二哥争，或许我现在还可以留在邺城，和他、和你一起纵情诗酒。10年了，我把自己的青春、你的青春、二哥二嫂的青春，都整成了一场噩梦。公子，每个人的青春都只有一次，在青春的起点上，局势让我们做了一次选择，但从那以后，命运便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这就是权谋。大王选择了我来辅佐你，你选择了我做谋臣，做朋友，而我也选择把成就你作为我的理想。可是，万一我们的理想错了呢？是你太善良了，公子。理想没有对错。作为臣子，我承认你的善良还有恣意纵情，对于权谋是不利的。但作为朋友，我就爱你这样恣意的才华，愿意从其有而为之死。这是我选择的理想，我不为我的理想后悔，从不。若真的要说错，那便是局势的错，是命运的错，不是你我的错。干！魏王就算弃了杨修，恐还是会迁都。我要去向魏王进言。你去干什么？我去进退关羽之策。你不是说没有主意了吗？本来以为轮不到我说话，现在不能不说。那你就更不能去了。你保住曹丕就行了，掺和什么打仗的事情？伴君如伴虎，你都说老虎抱起了，万一他再迁怒于你？我这是一生中第一次上战场，如果不尽心尽力，这次我就白来了。奉大王诏命，捉拿主簿杨修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何罪之有啊？我只是奉命捉拿，并不知道。带走。是。德祖，德祖，德祖！公子，家父年迈，回许都后，还望你能多去照看。
拜托了。德祖，德祖，吴局长放我求情。子建，我们是自家叔侄，我劝你一句，不要去，不要再做他的棋子。如果没有大王的庇佑，你将来当如何自处？我还管什么将来？拦住他！父王，放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关在后帐，不许让他出来。自来叔，你们放开我！我要去见父王！你们不能杀他呀！大王拘捕臣，请问大王，臣有何罪？军中沸沸扬扬，传说迁都，可是你散布的。大王下了鸡肋为口令，臣理解大王之意。鸡肋，乃食之无肉，弃之可惜者。此时，再与关羽持久交战，必得不偿失。还是退而另行稳妥之策吧。好一个鸡肋啊！杨主簿果然是善于拆字解密，也善于揣摩孤的心意。可惜啊，大战在即，人心惶惶，孤要借汝一物，以安军心。何物？人头。大王心里应该清楚，此时迁都是对大王最好的选择。孤也知道，迁都是孤要立子建为太子的最好选择。这难道不是大王心之所意吗？大王一生不信天命，为何最后连个儿子都保不住？带下去，后战。大王，大王三思啊！人心已入歧途，如此执着，如此可畏。胭脂，他是不对的。若没有这点执着，如何成大事？大王的意思，孤要再等一个人，司马懿。臣拜见大王。大王千秋无期。知道你会来。臣难逃大王明鉴。臣恳请大王，不可迁都。还是冲着杨秀而来。你也怕孤迁都以后，立子建为太子？太子之位，自有大王定夺。臣身为行军司马，只谏言军事。臣有一计，请大王垂听。你能退关羽？大王能。大王可邀孙权共同夹击关羽，以东吴之兵抄荆州之后路，樊城之围自解。孙刘联盟已10年，孙权又岂会出兵夹击关羽？大王，昔日孙刘之联盟，皆因大王大兵压境，水无常行，兵无常势。今刘备羽翼渐丰，下益州取汉中，却占据东吴荆州，拒不归还。孙权由此强临在侧，难以安枕。关羽历来孤傲，孙权曾为此聘关羽之女，遭关羽羞辱。建安19年，吕蒙又夺关羽3郡，昔日之联盟早已败倾内疏，岌岌可危。此时大王
若邀孙权共讨关羽，孙权必乘虚到关羽之后路，关羽首尾不能兼顾，必败矣。大王只需许诺，还其荆州，许割江南之地以封之，孙权必欣然应允。荒谬！还其荆州，许割江南，那荆州落入孙权之手，孤一统天下的大业何时实现？你说此话是想死得比杨修还早吗？大王，荆州乃一地之得失，克成一统，绝非朝夕之功。杨主簿所见也，乃战术之法，绝非战略之道，可避一时之险，却恐无千秋之功也。大王，孙刘联盟若不破，我魏国终陷两面受敌之困境。大王，千万不要忘了。忘了什么？讲。大王，千万不要忘了赤壁的前车之鉴。你可想到我用迁都的办法？连无破语。可行。难得你有这般见识。我以为我比任何人都快出30里，而恰恰就是这30里，可以要了我的命。周父王开恩呐！一切都是儿子的错，儿子不要太子位了，儿子不要跟二哥争了，只求杨修能够活着。父王，大王，时辰已到。战。杨主簿已经去了，不过大王，杨主簿临去的时候，臣倒是听到他对司马懿的一番话。讲。今日孙将军亦受天子册封，讨伐逆贼，有何不妥？不知逆贼是谁呀？荆州关羽。昔日魏王提兵与孤，会猎赤壁，号称雄兵100万，想不是他了关羽吧？魏王本想替将军扫清昼夜之患，可怎奈江东诸公却尽在梦中。一家之亲，敢问关羽之虎女，不嫁谁家之犬子？大胆！这曹丕将来定是魏国的太子，而能左右魏国朝政者，定是这司马懿。孤命你为副将，以吕蒙将军生病蒙蔽关羽，伯言断关羽后路，可有胜算？主公何须用我这个年少之辈？孤敢用伯言。你猜猜，孤有几次想杀你啊？应有6次。看来你也没少揣摩孤的心意。错了，算上今日，7次，这天底下能让孤动过7次杀念，还活着的人，也只有你了。大王，臣绝无二心。你是聪明人，孤要你帮子桓，帮子桓实现报复，所以你要有进取的气魄和胆量。就算孤做不到，这天下也要我大魏来统一。臣明白，子桓公子也明白。今晚大事可定矣。这司马懿，为父留给你了，只是你千万要记住，从今以后，他将不再是你患难的朋友，而是你的臣子，不可再感情用事。关羽真的死了？吴主特让臣来为大王献上关羽首级，
以为凭证。带使者去驿馆休息。大王，吾主还让臣与大王商议荆州划分之事。下去。你知道今日为何要你同来？也许是臣促成了关羽之死。孙权说，司马懿是奇才，此番成名，必将扬威天下。